GitHub 上的项目要怎么用，如何跑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玄离99。之前 GitHub 的2期视频数据都还不错，但很多人评论下载完代码也跑不起来，更想知道 GitHub 上的项目要怎么用，所以本期视频就来做一下思路分享。如果你是非开发者，应该如何使用 GitHub 上的项目？关前提醒，目前有人在用的编程语言有上百种，比较火的也有10几种，每种语言又有多个流行的框架，像 Python 这种语言更是 Web、AI、爬虫、运维、数据分析，什么都能做。所以不可能有办法，也不可能有人讲清楚所有项目怎么跑。本期视频只是思路分享，让你面对一个优质项目时不再手足无措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使用开发者已经打包完成的程序，大部分面向普通用户的优秀的开源软件都会提供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找呢？第一步，先开 releases， 一般已经打包完成的软件都会在这里。比如说像这个项目，开发者就提供了 releases， 直接点进去，然后对照系统版本。我的系统是 Windows， 所以选 Windows 版下载就好了。如果开发者没有提供 releases， 那我们就找官网，一般会在右上角的系统介绍这儿点进去，然后在官网找下载和使用方式即可。像这种小游戏、网页，通常会在这儿放体验地址，我们点进去就可以试用。要是连官网也没有，那我们就要去看下面的 README， 这里是项目的详细介绍。一般优秀的开源项目 README 也会写的比较优秀。如果你想了解一个项目，一定要多看 README， 多看 README， 多看 README。大部分项目怎么用都会在 README 中写出来，你可以直接搜 run、start、启动、build、init、get、运行等关键词。如果 README 默认是英文，但你英文不好，可以先看 README 是否有中文版，直接找关键词中文、Chinese、CN、Hans 等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用浏览器机器翻译。切换完语言，最简单的还是直接看有没有下载地址、官网。如果有的话，直接使用；要是没有，那我们就要找其他方式了。首先，你可以看开发者有没有提供 Docker。Docker 是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，它可以让开发者把应用打包完成后会生成一个镜像。你可以简单的把这个镜像理解为一个微型的操作系统，这个系统中包含了程序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依赖和代码。我们在装了 Docker 的电脑或服务器上，只需要执行一条命令就能把它跑起来。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阅读网页版，开发者就提供了 Docker 镜像和启动命令。先在电脑上安装并打开 Docker， 然后执行启动命令，就成功运行起来了。除了 Docker， 还有一些云服务和 GitHub 有合作，部分项目会有一键部署到某某云或在某某服务打开的快捷方式，这种也是能一键跑起来的。比如说像这种提供了 Google Colab 的项目，点一下这个图标就能跳转到 Colab， 基础环境会自动配置好，我们只需要点几下就行了。所以如果你在 README 中看到类似这种 OpenE 某某某的图标，就可以多关注一下。如果这些都没有，那我们就要看项目的类型了。不同的项目跑起来难度天差地别。那如何降低跑起来这些项目的难度呢？我认为最好还是多了解一些编程，比如说 Python。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，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夜曲编程。这是一款百思斩旗下的 Python 学习软件，非常适合小白入门。课程内容非常简单且不枯燥，它采用的是交互式的学习方式，跟着课程一步一步的就能让小白轻松掌握基础知识。课程主要分为2个部分，概念和代码。学习概念时，它会采用隐喻的方式，把晦涩难懂的概念转化成日常的生活场景，供我们理解。学习代码时，会把代码的各个部分拆解，让我们一看就懂。为了防止学完就忘，它会把学过的各个内容保存为概念卡和代码卡，供我们随时复习。此外，我觉得最友好的一点是，它没有设备限制，也不需要配置环境，安卓 IDE， 不管是手机、iPad 还是电脑，都能随时学习，完美利用碎片时间。夜曲编程 APP 现在推出了一个6元体验课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。最容易跑起来的，我认为是由 HTML、CSS 和原版 JS 或 jQuery 编写的比较传统的静态前端项目。这种项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特征，比如在根文结夹有一个 index.html 或者 main.html， 然后会有 CSS、JS 的文件夹。这种项目一般情况下，直接点击右上角的 Code 按钮，把代码下载下来，双击 index.html 就能直接打开。剩下的其他项目我们要分为几种来看。第一种一般是运行在服务器上的项目，像 MySQL、Redis 这种数据库， Nginx 这种服务器软件。此类软件大部分都能使用包管理器和源码编译2种方式安装。包管理器是类 Unix 平台常用的一个安装软件的方式，一般只需要1条命令就能完成软件的安装。比如我要安装 Nginx， 在 CentOS 上可以执行 yum install Nginx， Ubuntu 上可以执行 apt-get install Nginx， macOS 上可以执行 brew install Nginx。源码编译也是类 Unix 平台常用的一种安装软件的方式。一般来说，步骤分为3步。同样拿 Nginx 举例，首先到 GitHub 或官网把源码下载下来，上传到服务器并解压。第一步，运行源码中的 configure 脚本，它会自动进行配置。第二步，执行 make 命令，构建程序。第三步，执行 make install 安装程序。
另外，这种项目一般都会有大量的资料，直接搜索引擎搜项目名字，加上教程、安装、使用等关键词，就能收获前人总结好的经验。第二种开源项目是各大编程语言的第三方库和框架，这种一般也是使用包管理器，一条命令就能安装的，比如说 Python 的管理器 pip、conda、Go 中的 go-get、前端的 npm、yarn， 这些管理器的使用都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能了解。比如像使用 Python 的 pandas 库，只需要安装完 Python， 执行 pip install pandas。想使用前端的 Vue 框架，也只需要先安装 Node.js， 然后执行 npm install Vue 或 npm create Vue。这种项目一般也会有大量资料，直接去搜索引擎搜，你就能找到很多教程。第三种是 Web AI， 这种需要配置环境和依赖才能启动的项目。这种项目运行起来是比较复杂的，正如视频开头所说的，如今的编程语言有上百种，流行的框架更多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办法可以保证你一定能运行起来。但我还是为你总结了一套比较通用的流程。我拿码农高天前几天开源的项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首先是阅读 README， 了解项目的大概，比如像这个项目，通过文档我就知道它是 Python 编写的，作用是人声音频可视化，可以用来识别假唱。第二步，把代码给下载下来。第三步，配置电脑环境和依赖，这一步就比较考验你的经验和天赋了。这些环境和依赖最常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开源项目。大部分语言都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流程，比如 Python 就是直接安装 requirements 中的包。比较现代的前端项目就是执行 npm install。还拿高天的项目举例子，通过文档可以知道，我们需要先安装 ffmpeg， 再执行命令安装第三方库。第四步，如果你在第三步中遇到了问题，那就去搜索引擎搜索，或去看 issues， 然后重复第三步，因为你遇到的问题大概率别人也遇到过，并且有解决办法。第五步，修改配置文件，比如说数据库的地址等，这个要看项目的具体需求。第六步，找到它的启动入口并运行，如果遇到错误，重复第四步，直到成功运行。大部分常用的项目都能通过上面的6个步骤成功跑起来。第四种开源项目是像安卓这种需要编译成安装包的项目。这种项目我最建议的是先去找找有没有别人已经编译好的，如果实在没有，安卓项目一般是需要下载 Android Studio， 然后按照固定的流程把它打包。你可以直接搜索 Android Studio 项目打包，找到很多教程。如果是 Win 平台的项目，如 C++ 编写的，可以下载 Visual Studio， 同样也是按照固定的流程打包。最后一定要记得多搜索多看文档，多搜索多看文档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